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智杰委员、林珍羽议员、陈凤馨小姐、郑正全委员、林佩祥议员、徐宏庭议员。好，叶伦在这个大陆呢，美国财政部长在大陆访问了4天以后呢，终于离开了。他说：“世界够大，我们可以共同繁荣。美国、中国可以共同繁荣啊。台湾海峡够大啊。”太平洋够大哦，世界够大哈、那共同繁荣，美国心里想的是，我可以繁荣，你最好不要繁荣了，我怎么跟你共同繁荣？不过当然场面话要讲了哈。叶伦说，我们不是要跟中国脱钩，我们只是要 de-risk 去风险而已啊，我们一起繁荣啊。但是我繁荣，你也繁荣，对我们风险很高啊，我们把这个风险去掉哦，最好呢，这个你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要威胁到我，让我没有风险啊。那白宫说呢，它进行的叫做重要的实质互动，而且传达了华府的意图啊。那中国大陆在他结束访问以后说呢，他们不接受美式的竞争哦，中式的竞争是什么呢？就朋友好一起好，美式的竞争就是说到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谈归谈，但是打归打啊，这个吵归吵啊，所以呢，中方大概不太很了解老美。到底你什么意思啊？你一下没有跟我见面，见完面回就骂我，到底干嘛呢？哈，学者说，至少呢传达了美中要继续经济合作了啊，并没有说因此就翻脸了，从此就不合作了哈。那当然，这个叶伦呢见了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叫何立峰，有3次哈，这样就有点弯腰了哈。那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他比较高，他比较矮，还是表示礼貌？结果呢，网络就轰说你让美国丢脸，什么意思啊？卑躬屈膝，你去朝贡啊？就骂他啊。老太太。那说呢，他是温暖的，布林肯是冷淡的啊。布林肯是才去嘛，国务卿嘛。因为叶伦其实一路，他之前是美国联准会主席，人家讲过，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是谁？美国总统。全世界权力第2大的是谁？联准会主席。一句话就让全世界股市可以涨也可以崩啊！那所以呢，他其实一直讲说，大陆对美国很重要，因为他财政部长嘛，特别美元的地位啦，美债的这个地位啦等等都很重要了啊！我们看一下，欢迎。8号下午，美国财长叶伦访问北京的重头戏，会见大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targeted actions to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When we may disagree on these actions, we should not allow that disagreement to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美联社分析，叶伦口中针对性的行动，指的是限制对中国科技输出。另一边，何立峰则是开场白就提到今年2月美国击落中国间谍气球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由于一些像飞艇这一类的突发事件，导致了中美关系在落实2国元首达成共识方面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不止口头说要共同努力，几天行程中，大陆方面可以说是给足了叶伦面子。从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到人行行长易纲，甚至已经退休的前副总理刘鹤跟前人行行长周小川都先后跟他碰面。美国媒体分析，这凸显中国大陆真的是抓准时机表态，不想跟美国脱钩。The U.S. and China have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s. Those disagreements need to be communicated clearly and directly. But President Biden and I do not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the fram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结束4天访中之行，叶伦离开北京前表示，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否则会对全球带来不稳定影响。他说，相信美中2国会继续保持沟通。凤馨跑财经那么久了啊，叶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然后呢，为什么习近平没见？他们是达成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只是建立了这个经济的这条门没有关上这样子。那叶伦是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她老公也是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全世界敬重。所以呢，我要说就是说，叶伦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质，他在
很多的领域他是人际关系非常好的，因为他之前担任过联准会主席、副主席、主席，他其实在国会里头人缘很好，不是只有民主党的人喜欢他，共和党的人也喜欢他。所以美国的媒体当初就提到说，拜登之所以选耶伦作为财政部长，是因为他在国会人缘很好。共和党可以摆得平，好，所以这个是耶伦其中的一个人缘关系好。第二个，他的人际关系好，其实在经济学界、财经学圈里头呢，其实对于他们夫妻两个人，就是包括了他们的个性啦，包括他们的那个低调啦、谦卑啦，这种非常令人敬重的一位经济学家，我真的要这么说了哈。第三个是他在金融圈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你看到前一阵3月份的时候呢，矽谷银行倒闭的那个事情，然后美国财政部就要去协调一些大银行，然后去出手救很多的银行。那时候救第一共和银行啦，然后还有包括要去接管这个矽谷银行跟第一共和银行，耶伦出面，这些大银行是买单的。所以我说他3个关系良好，人际关系好，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耶伦的特色。所以这一次呢，他访问中国大陆，你相对于布林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布林肯只待1个晚上，然后耶伦呢待3个晚上，哈。然后第二个是布林肯呢，感觉上每一天都在过关，就是他先去见这个这个外交部长，过关了之后呢，第2天才能见得到王毅，王毅过关了之后，你才能够见得到布林肯，跟耶伦不一样，才能见得到习近平。那耶伦不一样，耶伦从一开始就知道说他并不打算要见这个习近平，因为他要谈的是事务性的问题，所以他见的最高层级是李强，第1天就见到了，第1天就见到了，然后接着就见了包括他们的央行的党委书记啦、央行行长啦，还有包括了这个何立峰哈，就是他们的副国务院的副总理哈，那么还有包括了就是财政部长，他要见的都见到，他还见到很多老朋友，中国大陆有很多已经退休的一些官员啊，比如说周小川。好，或者比如说像是刘鹤已经退休了，过去他们不太可能在这种正式访问当中扮演角色，他们都来跟耶伦见面。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当初在联准会主席的时候，他跟周小川，还有他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跟刘鹤，其实都有私人关系。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定调这一次耶伦访问呢，中国大陆呢是要告诉全世界，财经这一个门是可以打开的，就像习近平可以见 Bill Gates。一样，就财经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说，中美之间有3道门，一道门至今是紧闭的，那就是国防军事；有一道门现在开了一半，就是外交的、政治的。布林肯，你看到说必须要很艰辛的过3关，然后才能够见得到习近平，那是不是真的就雨过天晴？大家都觉得还没有，只是稍微的开了一半的门。但是财经金融这个领域，我觉得中国大陆要展现一个，就是我们的门是开的，我们是可以谈的。你从某种角度来讲，中国大陆如果能够透过华尔街去处理华府的问题，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反而是一条捷径。但是有没有办法就雨过天晴呢？我其实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耶伦被形容为华盛顿的最后一个鸽派。对中美之间，他是整个白宫当中、整个美国官员当中唯一的鸽派。但这个唯一的鸽派，其实最近呢都已经被白宫调教到半鸽派了。为什么呢？他在4月份的时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说当中，他就提到了说，去风险这件事情，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是必要的。其实他改口了，所以白宫已经改变了，华府已经改变了耶伦，而不是耶伦改变了华府。所以财经这个门是开的，但是非常有限，因为大的政治环境恐怕还必须要看9月的时候。那么，如果习近平跟拜登在这个G20的会议上面见到面，可能才真的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进展的可能性。我认为说，其实耶伦本身来讲，他是一向他是民主党党员，他也是一向是倾向民主党的经济学家。那他的这个资历非常完整，他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克林顿的时候当做经济学的首席顾问，然后奥巴马的时候联准会主席，现在是财政部部长。而他的访中，刚刚凤馨姐有讲到，是在经济上面开一个门。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美国一向会是 carrot and stick。
一方面拿萝卜，一方面拿这个棍子。他萝卜不会放，棍子也不会放。所以说，叶伦此行可能某些程度上是隐含希望是说，中国大陆用扩大持有美国债券的方式来缓和两边的关系。那他们会不会听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刚刚讲过，这个是 carrot 啊，另外还有 stick。那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谈到说其他北约的动向之类的事情。那变成说美国的两手策略，他们的国策一向都是两手策略，只是有些时候 carrot more than stick， 有些时候棒子比萝卜多。在奥巴马时代，在奥巴马时代基本上来讲，他们所释出的善意，萝卜是多一点的。可是自从川普当选之后，他们的国策就做了相当大的改变，从某些程度的亲中变某些程度的反中，甚至变成绝对的反中。这一点是在我们未来的在经济跟战略布局上面都看得到的。而刚刚讲到经济、外交跟军事上面，这三个是未来难解的议题。那洪鼎。我觉得叶伦在这一次的出访里面，我们必须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认为跟汇率的关系应该蛮大的。就是当日币一直在贬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过去我们就谈过，就是说日币如果跌到150对美元150的时候，中国大陆出口日本是前几名的。所以它的人民币也必须贬值，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是购买力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当年1997亚洲金融危机，其实就是在整个货币的巨贬底下而创造出来，而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受了全世界的拜托，守住了它的汇率，而阻止了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所以现在很多人正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日币继续的在往下跌的时候，如果人民币一放手，那全球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叶伦在这一次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低，针对这样的一个汇率，因为大家在同一条船上面，所以他很清楚的看到。当初所有的人都提到，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现在想要做所谓的这个生态系跟价值观的脱钩，但是中国大陆其实也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其实叶伦讲的话正是过去共产党所讲的话，就是共产党过去讲说太平洋有非常大，容得下中美，叶伦讲的是世界这么大，容得下中美。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展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政治上或许我们是冲突的，但经济上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面，我想叶伦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去做一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就像佩阳师刚刚所提到，中国大陆本身也持有非常大的样的美国债券，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如果发生了系统性的风险，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容忍在政治上某种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抗避、一个冲击，但在经济上面。双方应该画下了真正在经济上面的安全护栏。那这一件事情，如果经济上的安全护栏不破，我想政治上的安全护栏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好吧，这个美国跟德国都反对现在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哈。那战争再说，拜登说哈，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到立陶宛参加北约的年度高峰会，拜登去哈。北约是什么意思？就是北大西洋公约。还不是整个大西洋只有北大西洋当时就对抗华沙，对抗俄罗斯的这个苏联那些国家那乌克兰最近一直讲，泽伦斯基说：“你现在邀请我嘛？你邀请我嘛？我知道我现在加入不了，但是呢，战后我再加嘛。但你现在至少邀请我那我们的部队士气就大振了那拜登说，战争结束再考虑，现在不可能。但是这次高峰会会怎么样？不知道那另外呢，法国反对北约转向亚太，北约想要在日本设办事处，北约是北大西洋，怎么跑到太平洋跑到日本来设办事处呢？说因为呢，他们说欧亚的安全紧密相连，欧洲跟亚洲相连，为什么？中国，因为中国所以呢，这个北约要到日本设办事处，法国反对，法国这是搞什么呢？日本本身其实也不见得赞成，所以你怎么这到底搞什么呢？那现在呢，北约有分歧了，有的人认为说应该转向亚太，有人认为说我们就管我们北大西洋工业的事就好，我们管我们北大西洋事就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台湾曾经想研发过核子弹，
中山科学院，后来被老美呢整个把它毁了。那会不会研究生物战剂呢？因为打仗的时候大家最怕这2个东西，核子弹一个生物战剂，所以呢，全世界有123个国家签署，基本上呢就是说不太愿意去发展这种生物战剂，因为很可怕了那我们也本来也签署了，但是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人家说你不能签署，但是我们说我们虽然不能签署，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国际的规定。我们常常很多条约都是人家根本不准你签，但是我们要遵守那到底有没有要研究生物战剂？说呢，美国要求我们研究2个东西，一个叫做无人机的发展，一个叫做生物战剂。所以呢，要重新，我们有一个 P4 实验室，已经30年太老了，应该建立一个新的 P4 实验室。实验室有 P1、P2、P3、P4 实验室。那到底有没有？而且说苏贞昌开了2次会而且文件也显示，民进党政府曾经开会讨论。你看在这里，2022年6月，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公开宣称有研发生物战剂的基础奇怪了，你怎么会有研发生物战剂的基础呢？那所以我们看实验室也是很危险的，有时候有人会感染不见得不会那 P4 实验室是最高等的是研究造成人类严重疾病而且没有疫苗或治疗方法的，像以前的 SARS、伊波拉病毒、天花病毒，这都是 P4 实验室在研究。如果一旦防护不好的话，就可能会出来就会感染，就出来感染。那么到底全世界有多少 P4 实验室？美国有14间，还蛮多的英国有9间，澳洲有4间，德国有3间，俄罗斯2间。对不起这个俄罗斯3间，澳洲、德国4间然后呢，大陆、日本、印度有2间。大陆、日本跟印度，中国大陆有2间，有1间的有台湾、南韩、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瑞典、瑞士、南非、加蓬，所以并不表示这个 P4 很普遍了。其实有的国家并不多了那国防部说呢，不是事实，美国并没有要敦促我们呢，催促我们发展生物战剂，没有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很奇怪，我们看一下。有消息来源指出，美国要求台湾国防部的预防医学研究所投资建设新的 P4 实验室，秘密建立研发病毒能力，开发生物战剂。对此，军方2度澄清这并非事实，强调国防部没有参加秘密会议，依美方要求研发生物战剂。我国曾经签署禁止发展、制造、储存、取得或保有生物及毒素武器，并避免其可能引发之毁灭公约。其后虽然因为国际政治的因素遭到不平等的除名在这项公约之外，但是我国仍然会依照公约的要求，绝对不发展、制造、储存、取得或者是保有用于军事用途的微生物制剂、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与此同时，平面媒体也指称，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年6月还有今年1月期间，主持代号为南海工作会议的秘密会议，其中一次谈及了美国要求我国研发生物战剂。不过，苏贞昌今天在脸书极力否认，指他在媒体所指的日期都有行政院会等行程，从来没有主持所谓南海工作会议的秘密会议。好，苏贞昌说不是的他2次会议都是行政院会的。但我去查了一下那2022年6月23号是礼拜4，2023年1月9号是星期一我们的院会一向是星期4开始开会的，不可能在有一天星期一嘛。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来，志杰兄，到底我们有没有发展？我想当然我们会相信苏贞昌说的那基本上我是这样子认为。其实生物科技的合作那个是常有的事，像这一次也真的是武汉肺炎病毒伤害到了全世界，那我们也认为那是中国的 P4 实验室发展出来的所以你说 P4 实验室有台湾已经有一座，那我们要让它加强运作，那我觉得那是好事基本上就是说你如何去防范病毒如果有病毒入侵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对抗这个病毒？那如果美国跟我们有可能有这个防范病毒的合作，那我觉得我们也愿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说要去制造军事，利用军事用途，那台湾大可不必嘛，我们没有这个必要说我们要去制造病毒去伤害全世界，而且台湾基本上我们把自己顾好已经算是很好了，跟世界各国能够联防，能够把台湾一起顾好，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必要再去发展这一种生物的战剂。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可能是
有很多的讯息啦。那如果说台跟美的合作，我是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没有必要说要去研究生物战剂。好，那因为当时啊，我也当时就看到说我们有那个什么 P4实验室，当时觉得是因为新冠疫情。新冠肺炎，哇，大家都搞不清怎么回事，应该有一个高等的实验室来研究哈。所以这边就讲说呢，国防部当时新建了新的 P4实验室，哦，是不是以防疫当借口？哦，说我们嘴巴讲什么做防疫，其实心里面搞的是那种很可怕的那种生物战剂，哇，那个很可怕。到水库撒个几滴，整个水库啊，喝水可能皮肤溃烂啊，就那边死了，那比核子弹。只有威力不见得会小哦，很可怕的哦。来，郑委员。生物战剂这事情呢，我想说，大家可能觉得距离很遥远。不过我在想说，你们想，就2战的时候，日本在东北的731药部队，就是类似这样一个东西，就生物战剂。那我在想说，对台湾来讲，发展这东西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生物战剂它本身是反人类、反人权的一种做法哈。所以在全世界来说，其实基本上也都是反生物战剂的状态。可事实上，在现在全球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像大家刚刚提到的 COVID-19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美国这边还是大陆这边？其实都有各种不同的媒体，各种不同的疯传哈。那我在想说，这个部分就表示生物战剂确实对人类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台湾的 P4实验室，事实上在2蒋时代其实就有。那当时它设置非常的隐秘，而且是没有地址的一个情况。那后来才慢慢的把它给厘清哦，就是说当时的实验室怎么样子，当时并没有真正所谓的 P4、P3、P2、P1这样的一个分，也是后来才分类的。可是这个台湾的 P4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有。那现在说国防部如果说要新建新的 P4的时候，那自然就会让大家会有很多的一个想象，因为为什么是国防部这边来推这个 P4实验室，而不是中研院？对，为什么不是中研院去做，而是国防部来做？对，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大家会有很多的想象。那我们是认为哦，就是说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反人类、反人权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台湾不应该去做。那美国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要求的时候，那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挺起腰杆哈，就给他们适切的一个拒绝，而不能够美国说什么，那我们政府就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国人不能够接受的事情。不，因为什么哈？就是说台湾适合做生物方面的东西，因为台湾你看台大什么动物系啦、植物系啦这个农化系啦等等农艺系啦、园艺系啦，很厉害的我们读农的这个学生因为很多特别女生，她们不想念大学的医学院，她就念农了。所以我看那些同学非常厉害那后来他们继续念硕士啦、博士啦，进这个研究机构是很厉害的。那你要做核子弹不容易嘛，人家是制止你嘛。你做这个东西偷偷摸摸在那边搞就是真的打起仗来那个杀伤力是很大的，但是呢非常不人道的那而且你会搞人家，人家可能也会摧毁你所以是很对台湾来讲最好是不要了，否则你变成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有这个东西，反而人家打你有正当性那另外呢，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要演习各种演习那前陆军总司令是现在不叫总司令，叫司令，就是以前的总司令说中共如果打台湾，无人机会成关键。现在这次战争看起来，无人机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的无人机到底怎样到底够不够然后呢，到底这个当然我们要跟美国买4艘这个死神无人机，那是很厉害的。但是你不能只靠那个那现在呢要实施汉光的实兵演练呢，在桃园炼油厂防护，司仪就喊说总统请看。总统有去吗？没有他是演练预演为什么呢？就表示总统会去，所以司仪要先演练。大家讲总统请看表示总统要去那另外呢，这个主战场在北台湾，北台湾当然是重中之重嘛那另外呢，国安局也举行一个叫小汉光，就防止明年1月10号大选的有孤狼式的攻击也做各种的这个预防那北部现在募兵不容易，而且呢。军事要冲很多在北部，所以呢，北部来当兵，他们现在就是希望靠近你家。北部当兵人操练特别辛苦，因为你看没事演习也在北台，对不对？一下子桃园机场，一下子台北港了，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那些想把南部的兵调到北部，
也受到阻力，南部也不放啊。那么兵都到了北部，现在我们南部兵怎么办呢？其实我想哦，执政党一直不断的强调说，我们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状态，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汉光演习的发生。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哦，其实是对于执政党来说，美国的要求基本上执政党也只有配合的份，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美方的要求我们是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那我觉得哦，特别对于台湾的国防武力的备战部署，其实对于美国的意见，我们台湾应该是马首是瞻的。那同时，我觉得今天的桃园机场的模拟反空降，应该可以大胆的推论啊，应该是美方可能某种程度上的要求。那我其实有点想要再拉回来讲刚刚的那个，就是生物的世纪的 P4 的这个实验室，其实坦白讲，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风向球？有没有可能是风向球？因为我认为很多事情是无风不起浪，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做不能说。会不会是今天生物战剂的研发会不会是美方要求的备战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拿来关注的。那同时间，这个时候去释出 P4 实验室的这样的新闻，我觉得一方面或许美方真的有这样子的规划跟要求，第二个是国防部他必须在这时候出面来否认，不然人道团体绝对会对台湾会有很重大的影响的层面。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啊，他去把这个消息放出来，其实有一点在释放压力，同时来测这个风向球以及国人接受的程度。那我觉得看这个方面，如果说今天普世价值大家认为都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间这时候台湾就可以将这些意见收集，告诉美国，其实这个在台湾可行性的几率是有限的。继续再回来。